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《甄嬛传》中有这么一个人，他拥有夫君的疼爱，夫君对他唯命是从。他聪慧机灵，走一步想百步。他有远见，有谋略，身处宫外，却能对宫里的事情了如指掌，知道该烧谁的灶，知道该怎么样才能将损失降到最小。他家世、样貌、谋虑样样出色，不愧是能让时也言听计从的女子。她就是敦亲王的福晋，而她的丈夫则是一介武夫，对皇帝一直有不臣之心。他虽出场不多，但却实打实是个隐藏的大佬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他为什么是隐藏的 boss 吧。一，有手段，能抓住敦亲王的心。敦亲王可不是一般人，他是康熙爷的第10子，生母是萧兆仁皇后的亲妹妹，身份贵重，地位尊崇，从他跋扈口出狂言的性子也能看得出来。臣妾雕虫小技，让皇上见笑了。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的？果然舞曲精妙，可与本王府第一舞技相较。惊鸿舞本就缘起于梅妃，今日小王也算是得观古意了。我满人以骑射得天下，找这么多臭墨史书有什么用啊？无非是因为你生母是汉人，所以教了你一肚子的汉人腔调。而敦亲王福晋能嫁给他，家世也非一般人可比。不光家世，敦亲王这么个张狂性子，福晋一句话就让他闭嘴了。那就请容臣妾去更衣，片刻即回。更衣就罢了，只要不是尿遁就好。皇上面前别说醉话。他为什么如此惧内，也值得人深思。当然家世是倚仗，但只有家世是远远不够的。多少家世显赫的女人与丈夫貌合神离，搭伙过日子。可见敦亲王福晋不只有家世，还有手段。从他为数不多的出息上来看，他在外端庄貌美温柔得体，而身边的丫鬟却貌若无颜，一副穷酸打扮，连个簪子都没有，连带出门的丫鬟都这么不体面，可以见得敦亲王府里的丫鬟有多让人提不起来兴趣了。食色性也，男人的好色本性在皇上面前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女人嫉妒心的丑陋也在后宫演绎得洋洋洒洒。但敦亲王却一直与福晋情深意厚，这跟福晋从根本上就杜绝了第三者的插足是有直接联系的。为什么敦亲王福晋不让敦亲王纳妾，他就真的不敢呢？这就与福晋的泼辣性子有关了。有传言时福晋十分泼辣，连十爷都自愧不如，且不管传言的真假，看敦亲王连皇上的脸面都敢驳，却独独在福晋面前乖得像只猫一样，就知道了光有心机和算计是抓不住一个男人的心的。敦亲王与福晋也是真的恩爱，二人私底下还仿了皇上给甄嬛化的娇丽妆。二，有远见。众所周知，敦亲王嚣张跋扈，在皇帝面前也常信口胡说，而且还经历过9王夺嫡，还是8爷党。不过正是由于心机不深，什么都写在脸上了，不足为惧，才让皇上放了他一马，但他却虎得不行，到处惹是生非。凭着自己王爷的身份，不仅不在意皇帝忌惮他与年羹尧交往，而且竟然殴打言官，言官的嘴就连皇帝也忌惮3分，这才真是捅了马蜂窝了。关键时刻还得靠福晋。早在甄嬛小产备受冷落时，敦亲王福晋就不请自来给甄嬛送补品。娘娘，敦亲王福晋来了。我不过和他一面之缘，他何必要来看望我这么个生病又失宠的嫔妃？第一，他是为敦亲王在甄嬛得宠时冷嘲热讽，出言不逊，来给甄嬛致歉。这个时候还能来致歉，不光因为甄嬛失宠不好拒绝，而且更显得诚意满满。第二，聪明人是能在一群人中找到同类的。敦亲王福晋知道甄嬛不同于其他妃嫔，她在皇上心中的地位不一般，早晚有一日会东山再起。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难。雪中送炭的情谊总会让人记得更长久一些。一石二鸟，在甄嬛心里这份情是记下了，而且敦亲王福晋这也是势在必行的。虽说是进宫看了太后，
皇后才听说的，但是给甄嬛的礼却是早早就备下了的，可见心思谋略之深。他留的这份人情可是帮了他大忙了。敦亲王殴打言官一事，甄嬛便向皇上进言，以英雄难过美人关为由，让敦亲王福晋去劝说王爷，不动声色变化干戈为玉帛。两虎相争必有一伤，且无论哪一方伤了，归根究底，伤的都是大清的根本。王爷征战沙场，为国杀敌，也算是个英雄。那英雄最难过哪关？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后面甄嬛知道皇上有除去敦亲王之心，只是目前按兵不动加以安抚时，便又建议皇上赏封敦亲王夫妇的儿子、女儿，并将女儿养在宫中，用以挟制敦亲王。甄嬛表面上处处为皇上着想，实际上让把孩子交给太后看顾，也是给了孩子一道保命符。正是因为敦亲王福晋烧对了甄嬛这个灶，才得以在敦亲王被圈禁时保全了自己和孩子。所以说他有远见，有谋略。《甄嬛传》中聪明人真不少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敦亲王福晋，但他却是实实在在的隐形高手，不仅是这么多女人中过得最幸福的一个，而且也能竭尽所能的在那种局势下损失最小化，保住了想保的人。都说父母之爱子，必为之计深远。敦庆王福晋也算得偿所愿了，自己和一双儿女虽贬为庶人，但都平平安安。要知道谋反大罪，可不是谁都能有命活下来的，可见他也是宫斗隐藏的大佬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